这个低油的话会造成车内会闻到汽油味，第二个会有火烧车的风险。大家好，我是张大哥。现在我们要进行的是这个6缸喷油盘，从新竹来的 W126的260 S1 短轴的6缸喷油盘的故障检测。那这部车子的里程数从表头上面看下来只有7万公里，内外都非常漂亮，这是很难得的。而尤其它是短轴，短轴的话，停车更方便，尤其在市区。今天这部车子虽然只有行驶7万公里，但是它年纪应该1986、87吧，到现在应该有37、8岁了。今天我们来做一个故障检测，来看看这个喷油盘它到底碰到什么样的问题。我们都知道供油系统，尤其是老车30年以上，都面临被淘汰报废的命运。基本上都不是硬体、引擎、缸体的问题，其实都是因为供油系统堵塞、车子不顺所造成的。为什么会堵塞呢？其实都是因为油箱的污染所造成的。就好像说，你今天如果一个房子多年没有人住，那水塔一定很脏，就会把我们的水龙头的管路全部都堵塞了。油箱就是个污染源。无论如何，我们先来看看这部车子它的故障喷油盘的故障情形。这颗喷油盘的编号是91278。我们来做一个1分钟的全油门的流量测试，来看看它的出油状况是什么样的情形。大哥打开电源，打开定时器，时间设定1分钟。好，开始。在大哥机台上面，它应该出油量应该要在170 ml 左右。我们眼前看到中间那个铁棒是175。应该要接近那个铁棒。那如果说出油量太少，那就会造成供油不足，那稀薄燃烧，引擎会产生高温，对引擎是有伤害的。车子又没力，爬坡又没力，启动可能会有一点困难。如果说供油过多，那就会造成燃烧不完全。那这个情形的话又耗油，那验车验不过。无论如何，我们希望它的供油是每一缸是越平均越好，而且供油量要正确，能达到完美的空燃比，大概14.7。OK， 好，时间到，关闭电源，关闭定时器。画面上由右到左分别是1、2、3、4、5、6缸。我们看到它出油是相当平均但是呢，这个是带油道堵塞，这个情形比较多一点第一缸大概在140，第二缸100也是142，第三缸140，第四缸138，第五缸140，第六缸140。跟大哥要求的机台上面的180。170，这个棒子是175，我差了30 ml。30 ml 的话，其实这个还好，车子会比较没力了，那稀薄燃烧，可能就是引擎会比较产生高温。热车以后，停个20分钟，发动可能会有困难。这应该供油不足的所造成的现象。它是带油道堵塞，那小油道堵塞的话是每一缸出油不平均，这个带油道堵塞是比较普遍的现象我们等大哥
整修过之后，我们再来看它的测试结果。我们现在来看看，这颗编号91273，91278，好，91278这颗分油盘它附过来的这个油压调整器啊，这油压调整器主要是要提供我们分油盘的压力的一个零件。我们看到它橡皮管也不见了，而且它一直在滴油，这个滴油的话会造成车内会闻到汽油味，第二个会有火烧车的风险，压力也会不稳定，所以我们这个就必须要把它换掉。这个油压调整器相当贵，全新的话现在也买不到了。3年前网络上的价钱都要12700，大哥只好把它换上一个外汇二手的，至少我们可以省下一笔钱。大哥现在已经换上二手的油压调整器它这个管子也应该要在透气管它原来故障就这一颗，它透气管也坏掉了，但是它最主要问题是它会漏油大哥已经把它换上去一个标准的油压调整器。我们现在来做一个整修后1分钟全油门的流量测试。那在整修之前，我们看到它的出油量，1分钟全油门在大哥机台上面出油量大概都只有在140 ml 左右，然后在大哥机台上面应该要在170 ml 这条棒子175以那个棒子做参考，应该也接近那个175 ml 那个棒子。OK， 大哥来打开电源。打开定时器，时间设定1分钟。好，开始。因为这颗分油盘它被油箱污染经过30多年的使用，这是很正常的现象因为如果车子不开，那也没有加汽油，那结果呢，油箱产生铁锈就把我们的分油盘最主要的供油心脏都污染了，这个是正常现象。我们主要目的就是要把它做清除把它拆开整理之后呢，然后再来回头来检查油箱的堵塞状况，它的出油状况避免我们好不容易整修好的分油盘又发生2次污染的这个现象。OK， 好，时间到，关闭电源，关闭定时器。画面上油右到左分别是1、2、3、4、5、6缸这次出油非常漂亮。第一缸170，第二缸170，第三缸170，第四缸175，第五缸175。厂方要求的误差是15%，我们看起来这误差也是5%以内成绩算是相当优秀的。接着我们要进行的是这颗从新竹来的 W126-260S1 的6缸分油盘，编号91278的完修后第2阶段测试，10分钟的模拟怠速小油门的流量测试。OK， 他给我打开电源，打开定时器，时间设定10分钟。好，开始。我们这个阶段的测试主要是来了解这个分油盘在怠速的时候，它的出油量是不是稳定，是不是平均？因为这个阶段的测试会直接影响到我们怠速的稳定性，所以我们希望它的误差值是越小越好。
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等时间接近的时候再来看它的测试结果。目前我们进行的是这颗编号91278从新竹来的 W126-260S1 的6缸变摇盘完修后的第2阶段测试，10分钟的模拟怠速小油门的流量测试。我们看到大哥把了故障的这个油压测频器换上去之后呢，它完全没有在这个地方完全没有在漏油了，而且它的透气管也相当完整。故障就是这一颗，这个相当贵，这换下来会心痛。OK， 好，时间到，关闭电源，关闭定时器。这出油非常漂亮，相当平均。第一缸220，第2缸220，第3、第4、第5缸都220，第6缸也是220。这误差值厂方要求是15%，我们开下来它的误差几乎已经是零误差了。所以说，这个分油盘经过大哥整修过之后，理论上如果油箱不再污染的话，它应该再保用20年，应该没有问题。最主要就是油箱，油箱的污染。油箱污染就是因为我们长期不使用它，没有加汽油，那老汽油在里面产生胶质，挥发掉以后，汽油挥发掉以后产生胶质，那在油箱里面又产生铁锈，因为汽油会吸水，那结果呢就产生一个恶性循环。所以大哥整修过之后，这个分油盘之后呢，这次已经非常好开，马力随传随到，而且那个又省油，所以要常常开。如果不开的话，1个礼拜一定要发动10分钟，最好开。汽油呢，因为是高挥发性的东西，很容易就挥发掉了。胶质留下来就造成又是一个污染源。所以说，汽油在油箱里面绝对不能放超过半年。这很重要了，这是大哥的实际上的经验让大家了解，汽油高挥发性的，你不用它你就把它倒掉但是这个漏掉那弹后容易，所以说基本上就是汽油要把它用完常常加汽油，那油箱里面保持新的汽油，那这个就不会有生锈跟胶质产生的这个问题。今天大哥的报告到此结束，拜拜。那这个低油的话，会造成车内会闻到汽油味，第二个会有火烧车的风险。